小崽崽是天道的亲闺女，每天不是骑在天帝头上撒欢，就是去薅老龙王的胡须，时不时的还去冥界拿生死簿玩涂鸦。然而趴在云端吃瓜时，却被人从背后踹下人间体验生活。小崽崽知道人间疾苦，没钱更苦，所以一心只想赚小钱，奈何遇到一个无良师傅，哄骗小崽崽下山赚钱后，不仅和隔壁山头仙姑跑路了，还把小崽崽多年赚的小钱也卷跑了。回到道观的小崽崽发现道观关门了，上面还贴着一张大白纸：小柚子，师傅已经去 X 云 X 鹤了，你要 X 顾好自己，自己赚大钱。哇，师虎虎骗人！小柚子看着上面的字，脑子里面就只有一句话：师傅拿着自己的小钱跑路了。那哭声可谓是响彻整个山头。就在小柚子伤心不已、哇哇大哭的时候，一行4个少年郎从台阶那边走上来，听到那撕心裂肺的哭声，4人脸色都不太好。当他们好不容易爬到上面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道观在自己眼前轰的一声塌了。而原本坐在道观前10米的小奶娃子止住了哭声，难以置信的看着塌了的道观，眼角还挂着2抹泪，小嘴撅着，这是被哭塌了。芷欣，你去干嘛呀？小心你被这大嗓门的小妹妹给哭死！一旁身穿白衬衫的少年直接走过去，一把抱起还处于惊愕中的小柚子，再哭眼睛就要肿了。哥哥不是来接佑佑回家了吗？南芷欣看着怀里面伤心不已的小奶团子，眼底闪过一抹笑意，因为收到一封邮件，里面是一封 DNA 检测报告，并且还附上了地址，所以才匆匆忙忙的跑过来。没想到看到的就是自己妹妹差点哭断气，还差点被砸了。那你就是狮虎虎说的哥哥啊？男友很快就从悲伤中走出来，好奇的转动着水汪汪的眼睛。我是你小哥哥，我叫南芷欣，乃就是狮虎虎说的家里唯一一个不倒霉的幸运小哥哥噻。男友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：嗨，是的，芷欣哥哥就是唯一一个不倒霉的哥哥，我带你回家好不好？南芷欣有些尴尬的说道，原来妹妹都知道咱家一个个都是倒霉蛋子了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自己能来接妹妹，还的确是因为邮件里面的信笺里面有这么一句大大的话：南家唯一幸运儿哟，快把你家小棉袄带走哟，别人来你就没妹妹了。好，不要狮虎虎了，狮虎虎太伤小柚子的心了。男友点着小脑袋，小胖手圈住哥哥的脖子，伤心的一抿嘴：狮虎虎是大坏蛋，卷走小柚子的小钱，哼，再也不跟你好了。随后跟着小哥哥一起离开了。在南芷欣抱着男友下山后，已经哭塌了的道观左边大树的树上跳下来好几个人，左瞧瞧右瞧瞧，瞪大双眼看着眼前的废墟。这道观还真就废了，小师妹的威力可真大，这道观都不知道修补了多少次了，终究是挨不过小师妹这一嗓子，找师傅给钱修道观。而另一边，南芷欣抱着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妹妹坐在车上，看着喝着奶的妹妹，时不时的这里摸摸那里揉揉，最终越看越喜欢，竟然萌生了要把妹妹藏起来，不给家里人知道的念头。男友坐在车上，开心的玩着南芷欣手机里的水果消消乐。突然，男友停住了动作，小身子朝着车窗一趴，抬头就看到车上一朵乌黑的乌云在上面，在男友的眼中，能够看到乌云里面的电闪雷鸣。可奇怪的是，南芷欣他们却看不到也听不到。佑佑，怎么了？南芷欣看着男友好奇的把头伸出去，询问着。没事，小哥哥，我困了。男友摇摇头，告诉南芷欣自己只是困了，想睡觉而已。那就睡吧，很快就到了。南芷欣笑着说道，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。而靠在南芷欣怀里闭上双眼休息的小男友却元神出窍，没错，就是灵魂出窍了。此时此刻正在那朵黑云上面。哎呀，好久没玩了，不知道这云朵经不经我蹦的。男友在那朵乌云上面踩过来踩过去，甚至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乌云还打算逃跑，却被死死的踩在脚下。男友在上面玩得不亦乐乎，最后干脆趴在那朵乌云上面，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去抓乌云里面的闪电，抓在手中后开始揉捏，那朵乌云在男友身下开始急剧缩小，甚至开始分化，流溢出来的黑气开始四处逃散，结果却被男友小手一抓，全部抓到了手上。我还没玩够呢，男友不开心的嘟着嘴，把黑气揉成一团，然后左手一团闪电，右手一团黑气。稻香村好像有点干旱哦，就当宋伯伯他们的礼物了。男友双手捧着小型降雨，一溜烟来到了稻香村上空，把降雨云团丢上去，双手把云团拉开，遍布在稻香村上空。一声雷鸣声，已经多日不下雨的稻香村迎来了一场大雨。而做完这一切的男友欢快地回到了自己的身躯里面，是哪个没道德的抢了我的职业呀？于是又在骂骂咧咧了。另一边，天道宏图，正道归，我的乖仔仔呀，记得多赚些钱啊，师傅还等着你养老呢。目送着车辆离去，携巨款逃跑的不着调师傅挥着手中的小丝卷，表达着对小徒弟的不舍和万般无奈，转过身乐颠了。哎呀，现在是一身清爽一身闲啊，我的小破道观终于不怕风吹雨打洪水淹了，再也不怕3更半夜被雷劈。美滋滋呀美滋滋。回到城市后，佑佑哥哥带你去见大哥哥好不好？小哥哥先回家好不好？佑佑想见爷爷。哥哥运气太旺盛，好几次来夺走哥哥的小乌云都被自己捏碎了，刚才自己算出对方拿不走小哥哥的气运，开始朝着爷爷下手了。好，听你的。南芷欣对于妹妹说的话没什么异议，小哥哥这个你要乖乖带着，不能弄丢了。狮虎虎说小哥哥是大运之人，有小精怪盯着，小哥哥要是被夺走了气运，咱家就要变穷光蛋。男友从自己兜里面掏出一条七彩石手链，认真的给南芷欣戴在左手手腕上，然后很满意的在七彩石的蓝色石上点了点，谢谢佑佑的礼物。其实大哥他们也很幸运的，就是近些年来，自从被那个福宝欺负后，就慢慢变得倒霉起来。南芷欣叹口气，其实我们家一直都不差，就是2个月前，那个被称之为福宝的气运之女断言，我们南家如果继续寻找妹妹，将会大祸临头。结果没多久，我们南家出了不少
少事。福宝是什么意思？南佑望着自己小哥哥问道。我咋觉得不对劲呢？祈福不是应该财运亨通，事事顺利吗？就是气运之女，京都很多人都请她祈福，而她也的确让那些祈福的人如愿以偿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那个福宝和我们佑佑是同一天出生的，就连时间也是一模一样的。南芷星忍不住捏了捏南佑的小手，怎么看都是我家佑佑可爱，那个福宝看起来却有点尖酸刻薄。那他给我们家祈福过吗？南佑好奇极了，这个气运之女这么红火吗？还能如愿以偿？我们家没有让她祈福，不过2个月前，这个福宝说我们家再继续找佑佑就有祸端，我们家也的确出了一点事，但是跟佑佑没关系，我们佑佑是我们家的福宝，可不是他们的。小哥哥，佑佑在，坏人不敢做什么的，佑佑会保护哥哥的。南佑虽然年纪小，但是该懂的还是都懂。狮虎虎虽然爱偷自己的小钱钱，但是大道理还是交给自己的。好，我们到家了。佑佑下车后，南芷星小心翼翼地抱起南佑，直接进了家门。而此刻，南佑被南家的场景给吸引住了，好多好漂亮的花花，还有会喷水的鲤鱼，还有绿油油的草地，而里面一个小老头正和管家拉扯着。老爷，大少他们让你在家等着，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？这么爱往外窜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你不可怜你自己，能不能可怜可怜我？管家看着眼前的老顽童，很无奈却也无可奈何。这老爷子老喜欢趁人不注意往外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老爷子第二春来了。你撒手撒手，我就是想我家佑佑了。不是都说那个福宝气运滔天，找他的人都如愿以偿了吗？我倒要试试灵不灵。不灵，我砸了他的招牌。南重山一边说话一边扯自己的衣服，脸上气鼓鼓的。那个福宝竟然到处说我们家佑佑是凶煞之人，出生克死父母，现在克南家，我不打爆他的猪脑头，我就不是南重山。大少说了，找佑佑小姐的事情交给他来办，你就安心在家宅着，没事浇浇花，种种菜，别每天出去一趟，回来跟个乞丐似的。万一哪天佑佑小姐回来，看到一个乞丐的你，绝对会嫌弃你。管家为了让老爷子安分，可谓是啥都用上了。南眼横什么意思？嫌弃我丑？南重山顿时不乐意了，瞪着眼睛看着管家，气到了。大少说你有点拉低家里的颜值。管家昧着良心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大少爷，反正只要老爷子被打击了，不闹腾了，自己就完成任务。南重山听到这话，气得一甩手，走到沙发上坐下，手里拿着拐杖都不得劲了，自己竟然被孙子嫌弃丑。爷爷，你在家吗？就在南重山气呼呼的各处不得劲的时候，听到了自己小孙子的话，等等，怎么还有个小奶团的声音？小哥哥，爷爷很不乖啊，都没我乖哦。奶萌奶萌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刻，老爷子手上的拐杖直接丢了，脚也不疼了，直接一股脑冲向门口。然后就看到自己小孙子抱着一个奶团子，正一脸笑的看着奶团子，附和着奶团子的话。爷爷比较调皮，跟小孩子一样，佑佑要记得照顾爷爷，不能当着爷爷的面说爷爷是小孩子。南芷星一边憋着笑，一边跟自己妹妹露底。好吧，爷爷最小的宠着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南佑点着小脑袋，表示自己懂了。南重山看着自己小孙子和奶团子的对白，双眼泛红，颤抖着手，却又不敢确定的开口道：星星啊，这是佑佑。南芷星来到南重山面前，笑着开口道：对，爷爷，是佑佑，你最疼爱的小孙女，我带回来了。南重山听到确认，连声开口：好，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南重山想要抱抱南佑，却又不怕这是一场梦，自己依旧记得佑佑刚出生半个月就被人偷走了，在追逐的途中，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发生车祸，当场丧命。爷爷抱。南佑看着眼前充满悲伤的爷爷，伸出手要抱抱，因为自己能够感受到爷爷很伤心，却也开心，这种感觉很复杂。好，爷爷抱，爷爷抱。南重山双手颤抖着接过南佑，再感受到那重量，一脸奇怪：佑佑，你是不是没吃饱饭，咋这么轻呢？爷爷，佑佑只是手胖，不是人胖，我吃不胖。南佑听到爷爷的话，有些腼腆的说道：狮虎虎说我人瘦手胖，是福气，是个福气手。走，跟爷爷去玩。南重山此时此刻就想抱着自己的小孙女去外面炫耀一圈，去打脸那个福宝，竟然说我们家佑佑是凶煞之人。爷爷，佑佑刚回来，还没好好休息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？南芷星嘴角一抽，得了，这要出去找场子的毛病又出来了。我这不是看佑佑回来了，我想着抱出去打脸那群喜欢嚼舌根的人吗？不过是爷爷考虑不周到，忘记佑佑舟车劳顿了。南重山立即怂了，当即抱着南佑走回去，一边走一边心虚，然后抱着南佑坐在沙发上，一个劲的拿水果给南佑吃。看着南重山那疯狂投喂的样子，南芷星头疼不已。再看看来者不拒的妹妹，耐得叹口气，为了避免妹妹被撑死，开口道：佑佑，哥哥带你上楼去休息好不好？哥哥再等我10分钟好不好？10分钟后爷爷就安全了。南佑摇着头说道：有坏东西要害爷爷，自己刚刚来的时候不仅仅是在看周围的东西，更多的是在看有没有坏东西。佑佑，爷爷一直很安全呀。南重山看着南佑有些惊讶的说道：我这不是好端端的吗？坏东西夺不走哥哥的气运，就把坏念头打到了爷爷身上，只要爷爷出了这个门，按照狮虎虎的说法，就是不死也废。佑佑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听到南佑的话，爷孙俩脸色一变。南芷星看着南佑问道：哥哥这一路上都没感觉到吗？有一朵黑黑的云一直跟着我们的车走吗？有吗？南芷星抬起手挠挠头，我还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南佑很无语的看着自己的哥哥，然后抬起手揉揉双眼，再看，嘴角微微一动，怪不得坏东西带不走哥哥的气运，原来哥哥福泽深厚，邪魔歪道都要掂量掂量，也难怪他们对哥哥们下手那么困难。佑佑，按照你的意思，是有人要害我们？南重山算是抓到了重点，自己小孙子没感觉到，可是自己这个老古董还是能感觉到的。对啊，今天爷爷要是走出门，就会被抬着回来。南佑乖巧的点点头。
头，把自己看到的说了出来。之前自己看的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现在看清楚了。蓝崇山听到这话，整个人一抖，爷爷安了安了，就算佑佑没回来，他们也拿你们没办法呀。除非把小哥哥弄伤，不然他们没机会害你们的。意思就是小哥哥只要不受伤，我们家就不会有事。南芷欣抓住重点了，难道我真的是南家大富大贵之人，真的是唯一的幸运儿啊？就算佑佑不在家，哥哥的福泽也会驱散一切黑暗塞。不过要是哥哥受伤了，被人取走了血，那就完蛋了。哎，不是，星星，你哪里找到的佑佑？南崇山到现在才想起来，自己的乖孙女是在哪里被找到的。湘阴到乡村的一个小道观里面，佑佑在那里生活了3年多，是佑佑师傅寄了东西到我学校，我跑过去把妹妹接了回来。南芷欣有些心虚的摸摸鼻子，总不能说对方嫌弃咱南家全是倒霉蛋儿，就我一个幸运儿，这才找上我的吧？那你有没有好好谢谢人家呀？有没有留什么联系方式啥的呀？爷爷，我到那里的时候就只看到佑佑，没看到师傅他们。那不行，改天我们一起去道谢，毕竟人家把我们家佑佑养得这么好，也要去拜拜。南崇山想了想，还是要亲自去一趟比较好，人家养了佑佑3年多，还把佑佑教导得这么好。好，我先带佑佑上楼休息。爷爷，别乱跑，你打电话给大哥和二哥还有3哥，还有大表哥他们，佑佑回来了，通知一声。南芷欣说完便抱着南佑上楼去了，带着佑佑去看一早就准备好的公主房。南崇山掏出自己的手机，给自己大孙子打去，电话接通，传来了大孙子冷漠的话语：爷爷，你又闯什么祸了？南崇山听到大孙子的话，血压立即往上飙升，顿时就开始口吐芬芳了。只是口吐芬芳到一半，想起了正事，那个爷爷今天不跟你争了，就是告诉你一声，星星把佑佑接回家了，你自己麻溜的给我滚过来。挂了。南崇山说完之后，直接挂断电话，接着拨打第2个电话出去。南崇山挨个打完电话之后，站起身来，想出去转悠2圈，就看到管家悠悠的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拿着绳子。你干嘛？既然老爷子不听小小姐的劝，老夫我就只能让老爷子受委屈了。管家说着还弄了弄自己手上的绳子。我就草坪上溜达2圈怎么了？至于把我当成犯人一样防着吗？南崇山碎碎叨叨的朝着侧门走去。我都7老8十了，你们咋还把我当犯人一样呢？而另一边，南眼痕坐在自己总裁的位置上，回过神来，看着电话才惊醒，自己没听错。南眼痕直接站起身来，准备开车回南家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南眼痕心情很激动，却也很复杂，因为自己这些年查佑佑丢失的事情，查到了一些眉目，但是却总有什么在阻拦。刚走进家门，大腿又被什么给抱住了。南眼痕低下头，就看到一个小奶团抱着自己的大腿，嘴里念叨着太上抬心，应变无停，驱邪。南眼痕看着奶团子那奶声说着道家的咒语，轻笑一声，然后一把将人抱起来。这是哪家的小团子，这么小就会念咒语了？你家的腮。南佑看着眼前的大哥脱口而出，甚至还有点小害羞。对，我们南家的小团子。南眼痕抱着南佑走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，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张黑卡递给南佑。南佑看到黑卡的那一刻，眼睛刷的一下发亮，然后小手抖啊抖的，但还是忍住了。大哥哥，你这是啥？南佑看着自己大哥哥，突然发现自己喜欢大哥哥比喜欢小哥哥要强烈的多了。黑卡给佑佑的，佑佑拿去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不够哥哥再给。南眼痕看着自己妹妹那好奇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自己刚才可没错过妹妹眼中那光亮，是有好多好多小钱吗？南佑看着那张卡，大脑里面出现的画面是自己坐在一堆钱上，双手疯狂地撒钱，笑得跟个二哈一样张狂。好多小钱，以后我们佑佑就是小富婆了。南眼痕确定了自己的妹妹是个小财迷，看看那表情，那双蹭蹭蹭发光的眼睛，无一不在诉说着快用钱砸死我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南佑的小胖手朝着黑卡伸去，那小脸上的神色是止不住的。当黑卡在手，南佑差点笑出声来，赶忙用小胖手捂住嘴，然后看着自己大哥哥，双眼笑弯了。佑佑最爱大哥哥了。南佑把黑卡收进自己的口袋里面，然后爬起来，在南眼痕脸上亲了一口。我也是小富婆了，我有小钱了，这是我的小钱，湿乎乎抢不走了。佑佑，明天跟大哥哥去医院做个检查好不好？好，都听大哥哥的。南佑此时此刻已经被金钱冲昏了头脑，连忙点头答应。南佑想起了正事，连忙掏出一个镶着小佛珠的檀木手链。大哥哥，你把这个戴上，佑佑也有礼物送大哥哥。谢谢佑佑，哥哥很喜欢佑佑的礼物。南眼痕戴上去的那一刻，就感觉到了身体顿时变得轻松了，周身的疲惫瞬间全无。佑佑也很喜欢大哥哥的礼物，今晚佑佑要跟大哥哥睡。佑佑，你嫌弃我？佑佑，你不要小哥哥了吗？南芷欣没想到自己只是上楼去拿个东西供妹妹，就投靠了大哥的怀抱。要呀，这几天佑佑不是一直跟小哥哥睡觉吗？小哥哥不吃醋，醋吃多了会成精。一时间，南芷欣无言以对，只能默默地走到一边。芷欣，这一路上没出什么事情吧？没什么事情，就是在靠近京都的时候，差点和一辆车撞了。对方是酒后驾车，我开的是改装后的车，没受伤。这辆车是经过二哥改装后的车，防御系数很高。看来我们家佑佑的回归给某些人造成压力了。你晚上3点去接你二哥，咱家你去我比较放心。好，对了，大哥，佑佑的失踪会不会跟林家有关系？南芷欣回来后查阅了一下资料，然后调出了这些年来大哥查到的信息，想起了这么一回事，实在是太过蹊跷了。你的意思是说林家那个跟佑佑同一天出生的林喜暖？南眼痕看向自己的弟弟，眉头一挑，你不说我倒是忘记这一回事了。他被称之为福宝，可是时间却那么巧，妈出院那天他们也出院，而且从那天佑佑失踪后，就传出他家林喜暖是福宝的消息，你不觉得蹊跷？南芷欣点点头，自己合理怀疑，为了让林喜暖打响名声，故意而为之。这件事情你别管，我自有分寸。南眼痕点点头，有些事情
的确的清偿了。当初妈妈怀佑佑即将临盆的时候，佛里四方丈就来到我们家，说佑佑天生福泽，要我们好好教导佑佑长大。因此当时就传出了我们南家有一个福宝的消息。后来妈妈散步的时候，被一条窜出来的狗冲撞了，引发早产。随后就发生了佑佑被偷的事情。大哥哥狮虎虎说，我被人偷走，以至于我的劫难提前降临。按照我的命格，爸爸和妈咪是不可能有事情的，除非是有人为了阻止我回家谋害了爸爸和妈咪。南佑握紧小拳头。狮虎虎说，我会丢，是因为有人要借势窃取我的大鱼，可是我不是好动的，就只能找与我最亲近的人下手。狮虎虎还说，只要我回来了，那么他们就要跪着给我磕头，要是想在我眼皮子底下害人，就会折损寿元。所以大哥哥小哥哥你们都得带好我送的礼物呀。好，哥哥不会弄丢佑佑给的礼物，我们佑佑真乖真懂事。蓝眼横深邃的眼底闪过一抹杀意，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林家刚好要和你们会一会，他们之前想要害哥哥和爷爷，但是因为小哥哥是锦鲤，所以没伤害成。现在佑佑回来了，佑佑会保护你们的。嘿嘿，大哥听到没有？妹妹说我是锦鲤。南芷欣听到南佑的话，顿时开心的手舞足蹈。要知道自己可是唯一一个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人啊，也是唯一一个幸运的仔。是我们家除了佑佑还有一个锦鲤，那你得保护好自己，不要受伤。南眼横看着小弟那开心嘚瑟的样子，无奈却又心疼。我们四个哥的年龄和佑佑相差不算挺大的，就是芷欣哥，你说等佑佑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都步入中年了呀？假如佑佑20岁结婚，我刚好34岁，你42岁了耶。南芷欣摸着下巴说道。那样一来，假如我们和抢走妹妹的狗男人打架，我们这几个老家伙能打赢吗？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。南眼横看了一眼南芷欣，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，南芷欣顿时不说话了，伸出手拍拍自己的嘴。佑佑跟小哥哥玩，大哥哥去书房有点事情，晚点陪你好不好？南眼横收回目光，看着自己的妹妹，眼底满满的宠溺。佑佑是妈妈和爸爸留给我们的珍宝，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。那些杀害爸爸和妈妈的人，自己要一个一个揪出来。带哥哥去吧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。南眼横站起身来，还是忍不住走过去，低下头轻轻地亲了一口南佑的脸颊，然后走上楼去。而被南眼横亲了的南佑有些害羞的用双手捂着脸，心底却美滋滋的。带哥哥亲我了，带哥哥亲我了。南佑小声嘟囔着，声音里面满满的开心，小短腿甚至开始晃荡起来。佑佑，大哥哥送了你什么，让你这么开心？都忘记小哥哥了。南芷欣看着自己妹妹那样子，很无奈却又好奇，是什么让和自己最亲近的妹妹瞬间把自己这个小哥哥抛在脑后呢？南佑脸上的笑容一僵，然后放下手，在口袋里面掏啊掏的，最后在南芷欣错愕的眼神下，掏出小手给南芷欣看。那大哥哥给的。南佑把黑卡拿出来，满脸的无辜，那水汪汪的眼眸里面翻过一层流光。南芷欣看着黑卡，吞了吞口水后，认真的说道：佑佑今晚陪大哥睡，没钱的我无法给佑佑好多小钱，伤心。小哥哥，佑佑陪大哥哥睡觉只是为了保护大哥哥，大哥哥身上有煞，明天我要跟大哥哥去玩，小哥哥要乖乖听话哦。好，都听你的，我们家佑佑最厉害了，走，小哥哥带你去爷爷的秘密基地玩。南芷欣一把抱起南佑，朝着后花园走去。要知道自己早就想去霍霍爷爷的秘密基地了，毕竟那里可有好东西啊。秘密基地，南佑眼神又亮了起来。自己在道观里面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挖宝，狮虎虎的东西基本上都被自己挖出来了，然后大师兄就会拿走，狮虎虎就会哭。对，爷爷里面藏了好多宝贝，我们去掏光它。兄妹俩朝着老爷子的秘密基地而去，浑然不知道，一不留神就把秘密基地掏空了。而楼上书房，南眼横打开保险箱，从里面拿出一份没有拆封的档案袋，随后开始拆封，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和一封信。南眼横一挑眉，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，上面有自己的爸妈，还有其他人，并且都是一些老熟人。南眼横翻过照片，后面写了一行小字：违背自然，必将被自然所吞噬。南眼横眼底闪过一抹震惊，拿过信拆开，抽出信笺，仔仔细细地看着信里面的内容，越往下看，脸色越难看。看到最后，手背上的青筋暴起，阴沉的脸色，最后把信笺放在书桌上，身体往后一靠。林家、苏家、秦家，好样的！南眼横低笑一声，眼底闪过一抹阴冷，掏出手机拍照，然后将东西烧毁在烟灰缸里。当东西燃烧殆尽之后，拿起水杯倒进去，起身拿着走到一旁的兰花前，将水倒了浇进去。林喜暖，我让你变成林冷冷。南眼横冷笑一声，转过身走出书房，朝着楼下走去，又变成南佑喜欢的大哥哥，虽冷但暖。另一边，林家别墅内，坐在阵法中央的人一口血喷了出来，这已经是第7次吐血了，让小小的人朝着地上倒去。怎么会这样子？不应该的。就算南家有南芷欣庇佑，也不可能庇佑那么多人，范围那么广。奋力支撑起身躯，看着眼前摆放的人形木偶，眼底闪过一抹不解。想要破解锦鲤之运，就只能用这个办法了。深呼吸一口气，颤抖地爬起来，走到木偶前面供奉的香火前，伸出手从黑暗的香火炉后面摸出一个小瓶子，随后拿着小瓶子来到木偶前，眼底闪过一抹恶毒。本以为你们南家的男友被丢了，你们南家的运势就会一落千丈，倒是没想到你们家还有一个锦鲤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我已经修习了吞噬之术，很快南芷欣的锦鲤之运就会成为我的。说着就要把瓶子里面的东西倒在木偶的头顶上，却被人一把握住了手。妈咪，为什么阻止我？暖暖，现在不是时候，你就算把这玩意弄上去也来不及了。妈咪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拦我林喜暖的。林喜暖有些不高兴地说道，只要我吞噬掉南芷欣的锦鲤之运，我就是真正的锦鲤，气运之女，名副其实的福宝了。南家丢失的小姐南又被他们找回来了。暖暖，
还记得妈咪跟你说过的事情吗？江宇看着林喜暖那一脸不开心的样子，想到南家找回来的男友，眼底闪过一抹愤恨。当年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你是说那个真正的气运之女，她回来了？不是说她已经死在外面了吗？林喜暖听到江宇的话，嗓门顿时大了，声音也变得尖锐起来。你在跟谁说话呢？江宇看着林喜暖，脸色一冷，语气也变了，让林喜暖顿时变了脸色，低着头不说话。我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，忘记你现在的身份了。他就算回来了又如何？福宝的身份是你的。江宇看着林喜暖，憋着怒火，这女儿是真的不开窍，本以为是个聪明的，结果这么愚笨，是我错了，妈咪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已经被反噬了7次，如果娶不走南芷欣的气运，3天后的祈福可能会出事。林喜暖双手握成拳头，不敢抬头去看江宇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在母亲面前自己什么都不是。我已经给你物色好人选了，今晚好好休息。至于南芷欣，我会让她受伤的，不过你要找月阴之时，盲目的吞噬会出大事。江宇抬起手揉揉林喜暖的头发，起身走了出去。林喜暖等到江宇离开后，看着那几个木偶，眼底闪过一抹狠厉，把门关上反锁后，走到一旁的木桌前，手指敲了敲木桌。下一刻，一个暗道出现在林喜暖的眼中，林喜暖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。暗道门彻底合上的那一刻，空旷的房间内却响起了一道声音：林家，也是时候换个女主人了。暗门背后是一个巨大祭坛，上面摆放着一个白森森的头颅，为什么还不把锦鲤之运吞噬掉？再这样下，你迟早要被发现。不是我不想，而是他们的造神计划出现了问题，而且南芷欣运气太好了，每次都能完美的避开。林喜暖此时此刻所展现出来的并非一个3岁半女孩，而像是一个成年人，就连语气也很老练。你拥有世人无法拥有的系统计算，还有我的助力，难道你一个成年人还拿捏不住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？你都说他是锦鲤之子，自然能清楚锦鲤意味着什么。我本想着用他至亲之人的血液来破除，但是被江宇那女人妨碍住了。林喜暖一想到江宇的阻止，心底就很不爽，非说要对方自己破损才能够完美的吞噬。你是想把江宇弄死？没错，他爱我是了，这件事情我需要你出手，我不能暴露。林喜暖比谁都清楚，自己来这边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世界搞崩溃，把所有的气运全部拿走。我出手，你的系统是干白饭的，我出手有迹可循，你的系统却不会。莫爷，你比谁都清楚，林宇多想要江宇死，只要江宇一死，你就有躯体了。你认为这笔交易如何？成交。不过你要尽快对南芷欣下手，一旦他满了18岁，就来不及了。放心，南芷欣的锦鲤之运我要定了，3日之后南芷欣必死。南崇山看着自己的秘密基地，整个人一口气上不来，直接气晕了过去。南眼横抱着南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低着头站着不动的南芷欣，爷爷的秘密基地你怎么敢去捣毁？看了一眼弟弟，有些无奈的说道：那可是老爷子穷尽一生打造的地方。没有，我们就想得太乱了，给整理一下。谁知道爷爷突然过去了。南芷欣低着头小声说道：我也没想到爷爷会突然一口气顺不上来，给气晕了过去。你不是不知道爷爷的脾气，等爷爷醒了，跟爷爷认错道歉。南眼横颇为头疼，一个是亲弟弟，一个是亲爷爷，这两人闹腾起来就要翻天，现在还把佑佑带了进去，这不是要掀房子吗？我知道了，大哥，这个你给爷爷吧，我是看爷爷一直在找这个，没找到才过去的。南芷欣点点头，然后从裤兜里面掏出一个小徽章递了过去。南眼横收过徽章，看着那枚徽章，顿时明白了，下次要提前说，先去休息，晚上还要去接你二哥。最近这几天你就在家里陪爷爷，学校我给你请假了。既然他们要搞造神计划，那么身为锦鲤之子的星星绝对是不二人选。如果真的按照那封信上面所说的一样，那么这个林喜暖绝对不是什么好鸟。我知道了，大哥，那我先上去了。南芷摸着脑袋上楼去了，心底却很诧异，大哥没有罚自己。大哥哥，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玩好不好？南佑等到南芷欣走了后，抬起头看着南眼横说道：刚才的大哥哥好可怕，好严肃。佑佑为什么想跟大哥哥去呢？南眼横看着南佑笑着问道。回来第一天就被妹妹粘上了，这感觉真特么的好。大哥哥的后面有一团煞气，佑佑想去看看。南佑很认真地看着南眼横，发现南眼横身后出现了一团煞气，含带着浓郁的死气。就算自己给了大哥哥木坛佛珠链，也只能保护哥哥不受其害。而这股煞气里面透露出来的浓郁死气，说明跟哥哥有关联。佑佑是看出什么了吗？南眼横眯了眯眼，这些天自己的确感觉到公司有点不对劲，公司里面的员工大多看起来好像很疲惫的样子，要去了才知道。南佑说完之后，低下头，小胖手在衣服的口袋里面掏啊掏的，最后掏出红色的三角符，一共9个，然后继续在口袋里掏出5个黄色的三角符。南佑看着手里面的14个符，然后在茶几上清理出一个小地方，把14张符摆放好，一个五角星里面套一个6边形，再套一个三角形。佑佑，这是什么？南眼横看着南佑摆放出来的图形，好奇地问道。明天大哥哥就知道了。大哥哥，我们上去看爷爷好不好？南佑笑眯眯地说道，伸出手要抱抱。好，我们去看爷爷。南眼横也不多问，抱着南佑朝着楼上走去，却不知道在他们上了2楼后，南佑摆放的图形渐渐地消失在茶几上，就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。耀金集团，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停在不远处的停车位上，车窗缓缓降落下来，林喜暖的脸出现。宿主，耀金集团被人下了3连杀阵，都是最恶毒的杀阵，你可以在这里叠加一层，让它化为落阴阵，用上千人的性命压垮南家。这人比巫祝聪明。林喜暖嘴角微微上扬，让坐在副驾驶的人下车，拿好东西去了实线踩点的位置，将东西埋下。等人回来之后，林喜暖从一旁的包包里面掏出一个木偶，上面贴着一个人的名字，南芷欣。锦鲤之子背负上千人的性命，就看他压不压得住了。压得住本身气运也会受损，那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。回去，另外帮我联系爸爸，就说妈妈
妈疯了，想要杀我给南琛霄和宫羽绫报仇。车窗缓缓上升，车缓缓驶离耀金集团。坏死了，又打扰佑佑睡觉觉，好烦呐，不讲武德。原本已经窝在南眼恒怀中睡得香甜香甜的男友嘟囔着，最后烦躁地爬起来，坐在床榻上，头顶上还翘着一撮呆毛。小仔仔是个小财迷，却遇到无良师傅卷走他几年攒的小钱，伤心的小仔仔一嗓子把道观嚎他了。本以为自己要无家可归了，没想到一嗓子还把亲哥哥嚎出来了。回到家后的小财迷本以为能过上躺在钱堆里的日子，没想到却被几个拥有金手指的坏人天天针对，不仅要盗窃自己的气运，还要暗害自己的家人。小仔仔表示自己忙坏了。此时因为灵犀卵针对小哥哥的阵法发挥作用，睡得正香的小柚子突然醒来，烦躁地爬起来，头顶上还翘着一撮呆毛，一脸不爽地喊道：烦死了，还让不让人睡觉啊？半夜3更还搞偷袭，都不讲武德的吗？佑佑怎么了？南眼恒睁开双眼，看着坐在床上一脸半睡半醒的男友询问道：大哥哥，没事，睡觉睡觉。男友抬起小胖手打了个哈欠，直接倒在南眼恒怀中睡了过去。南眼恒无奈的一笑，轻轻地把男友放在床上，拉过被子盖上，伸出手关掉灯，一夜好梦到清晨。南眼恒醒来的时候，男友已经起床了，在后花园正练着太极，那气势如虹，老练的状态看得南崇山脸疼不已。一想到自己要教孙女练太极，结果被打脸了，被孙女指出哪不到位，哪出错，让南崇山觉得自己老脸都丢完了。等到南眼恒下楼的时候，就看到男友像个炮弹一样朝着自己冲来。南眼恒赶忙把人抱住，温柔地问道：我们家佑佑起这么早干嘛去了？我去练太极了。师虎虎说吾日三省吾身，太极不能荒废。男友笑嘻嘻地说道：本以为爷爷的太极很厉害，结果好差哦，佑佑真棒。走，上楼去洗漱，一会跟大哥哥吃饭。昨天晚上老二也回来了，早上的时候也可以见一见。等到南眼恒抱着男友下楼的时候，南家老二南流风已经起来了。在看到南眼恒抱着男友走过来的那一刻，直接站起身来。南流风看着自己大哥怀中的小团子，原本冷酷的脸上竟然浮现了丝丝笑容，就好像高山上的积雪，在太阳的照耀下一点一点的融化。佑佑，看看那是谁？南眼恒自然注意到了二弟的神色，低下头看着男友说道。男友听到大哥的声音，抬起头就看到一个帅哥哥看着自己，那眼神格外的火热。佑佑你好，我是你二哥。南流风看着男友，不知为何竟然有点不敢开口说话。二哥哥好啊，要抱抱。伸出手对着南流风要抱抱。南流风紧张地看向自己大哥，看到大哥点头了，这才走过去抱过男友，却发现妹妹好软，有点轻啊。佑佑，你吃什么长大的？怎么这么轻？南流风眉头一皱，妹妹怎么会这么轻？我看别人家的娃娃都是胖墩墩的，我吃不胖啊。男友抓着脑袋说道。我在道观的时候，大师兄他们特别喜欢逮一些高蛋白的东西给我吃，说是补身体，要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可是为了那么多，自己倒是白了，就是不尝肉，气得湿乎乎把师兄他们全部揍了一顿。没事，吃不胖好，吃不胖好。佑佑想吃什么？哥哥给你夹。南流风抱着男友坐在位置上，已经开始准备投喂自己的妹妹了。我要吃菜，生菜包肉肉。男友盯着生菜和肉，眼睛发光，这是自己最爱吃的一道菜了。生菜包肉肉，那滋味嘎嘎好。好，哥哥给你弄。南流风立即付出行动，男友拿在手上，二话不说直接开吃，吃得嘎嘎香。而几人看着男友吃得如此开心，早上吃的也格外的饱。吃饱了后，南眼恒从南流风怀中把男友抱走，拍拍南流风的肩膀道：东西在书房，你去看看再做决定。星星，陪爷爷把秘密基地整理好，我先带佑佑去公司了。去吧，佑佑，玩得开心，哥哥等你回家。南流风点点头，看向男友笑着说道：佑佑回来了，我的天空变晴朗了。二哥哥，小哥哥拜拜，爷爷不要任性哦。而此时此刻，耀金集团地下车库，一辆红色的奔驰停在车位上，在后座上，一个中年人坐在车座后，左手里拿着一个罗盘，右手这是在掐指算。子午卯，李涛嘴里念念有词，掐指的速度也越来越快，最后睁开双眼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掐指算出来的卦。怎么了，大师？坐在驾驶位上的人注意到了李涛脸色不对，扭过头询问道：大兄，午夜12点还是大吉，现在却是大凶之兆，凡是踏入这栋楼的人都得死。李涛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无骨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死局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不会有问题的吗？坐在驾驶室的人顿时变了脸色，这还怎么玩？我要的是耀金集团，可不是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。你躲起来。南眼恒来了。原本坐在驾驶室上非常愤怒的男人脸色顿时变了，看了一眼李涛说道。李涛连忙躲了起来，看着坐在驾驶室的人打开车门走了下去。南眼恒看着走下车的人，发现自己怀中的男友死死地盯着走过来的人，顿时有些吃味了。大哥哥，不吃醋，那个人很坏。男友伸出手难得安慰自己的大哥哥，说出来的话却让南眼恒皱起了眉梢。哥哥认识他，我们先下车再说好吗？南眼恒听到男友的话，眼底闪过一道暗芒，打开车门，抱着男友走下车。眼恒，你昨晚放鸽子不厚道啊。这是我妹妹，可爱吧？梁瑞眼底闪过一抹震惊，但是很快就收敛，倒是顺着道：你把小男友找回来了，还真是不容易啊，难怪昨天晚上放我们鸽子呢，还以为你有艳遇了。艳遇是什么呀？好吃吗？男友突然接话，而且还是令人无法回答的问题，让梁瑞哑口无言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佑佑，那不是吃的，也不是你能学的，长大后就懂了。南眼很有些无奈，但是却又觉得好笑，还好自己妹妹心底只有吃的，不，第一位应该是钱，第二位才是吃的。大哥哥，我想上去玩。男友有些失望的趴在南眼恒的肩膀上，整个人都不开心了。晚点聊，我先带
悠悠上去。南眼痕朝着梁瑞点点头，抱着南佑朝着电梯走去。梁瑞看着兄妹俩上了电梯离开后，转过身上车。梁少，我们快离开，先离开这里。李涛在梁瑞上车后立马开口，自己刚才算了，那女娃子真棘手，不过自己刚才算了算，自己的杀阵好像被加强了，自己可以离开。而南眼痕抱着南佑搭乘专属电梯直接抵达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将人放在自己的专属椅子上。佑佑，能告诉大哥哥为什么刚才那个人不是好人吗？南眼痕很好奇，南佑还是第一次见到梁瑞，却很直白地说梁瑞不是好人，而且对梁瑞的敌视状态让自己无法忽略，他身上沾有因果报应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阴鬼，而且哥哥他恨你。阴鬼是什么？南眼痕还是第一次听到阴鬼这个词，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跟佑佑不在一个频道。阴鬼就是将即将临盆的孩子从母胎里面活剖出来，然后把孩子丢进巨阴阵中，让孩子被万鬼吞噬生魂，然后炼制，最后就成了阴鬼。不过区别是，这个阴鬼必须要在母体里面寄养24天。南佑一想到狮虎虎跟自己说的各种精怪野鬼的形成，就很不舒服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用最阴毒的手段制造出来的。我们佑佑懂得真多，哥哥要向佑佑学习。那么佑佑能告诉大哥哥他为什么恨哥哥吗？南眼痕心底有些发毛，但是却很好奇。这些年来没听说梁瑞有什么不干净的事，他家里的人经常拿哥哥打击他，所以他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下，所以才恨大哥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喜欢的人喜欢哥哥。南佑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，毕竟自己在梁瑞的眼中看到了不好的画面，以至于这个时候说出来都有些羞涩啊。喜欢我，喜欢我。南眼痕有些错愕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为了接近哥哥你，不得不和他谈恋爱呀。然后他发现了那个女孩子的秘密，就这样子那样子，再降降亮亮大。南佑说到最后把脖子缩到了一起，越说越心虚，总不能说自己在他眼中看到了狮虎虎书房里面羞羞的画本啊。佑佑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南眼痕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是真的蠢了，却有些头疼。自己妹妹是从哪里知道梁瑞和那女人这样子的？我就从他眼中看到的呀。大哥哥，我发誓不是我想看到的。南佑看到南眼痕那咬牙切齿的样子，立即说道，我怎么知道那人藏不住心思啊？就那么赤条条的展现在我眼中，下次不允许了。南眼痕此时此刻恨不得挖了梁瑞的眼睛，这货脏了佑佑的眼啊！下次还敢？狮虎虎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瞒得住我钛合金眼。乖，去玩吧，我让林铎哥哥在外面等你，你让他带你去玩。南眼痕叹口气，看样子以后要让二弟他们多注意一点了。佑佑这小妮子贼得很，别以为自己刚才没注意到那大眼睛里面的得意。南佑走出门，就看到了林铎手里拿着一个小水壶。南佑问了一声好，自己拿过小水壶挂在脖子上，迈着小短腿。林哥哥，我可以去那里转转吗？南佑抬起头看着林铎，手却指着秘书部询问道，那里的味道冲天啊，可以，我带你去。林铎牵着南佑的手朝着秘书部走去。南佑一靠近，就看到了整个秘书部被黑气所笼罩，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一个小鬼趴着，正在拼命吸取这些人的精气。南佑一跺脚，秘书部的黑气就消散1/3。那群正在吸食精气的小鬼动作一停，不约而同地看向门口，就看到了一个浑身金光灿灿、杀伤力爆表的轰炸机娃娃，顿时吓得直接脱离那些人，在黑气之中来回穿梭着。你们忙你们的，我带小小姐逛一逛。林铎看到秘书部的人都注意到了南佑，只能开口解释道。南佑挣开林铎的手，直接跑了进去，之后来到种了一盆猫脸的花前，伸出手碰了碰花朵，然后有些羞涩的道，哥哥姐姐，这个花花好好看哦，小小姐喜欢。看到南佑盯着那盆猫脸，一旁的小蔡笑着问道，喜欢的。南佑点点头，表示自己很喜欢，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花，那送给小小姐了。小蔡立马拿过花递给南佑。面对如此软糯可爱的小小姐，对于萌物没有丝毫抵抗力的小蔡此刻全身都挂在南佑身上，可是姐姐只有这一盆，又不能夺人所爱。南佑双手指头交叠着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小蔡认真的说道，没事，到时候姐姐再去买一盆就好了，小小姐喜欢就拿着。小蔡被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，顿时心都化了，谢谢姐姐，祝姐姐挣桃花来，烂桃花断尽。随后又抬着花就往外走，来，小小姐我来拿，太重了，小心压伤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搭。南佑摇摇头，嘿咻的抱着猫脸离开了秘书部。然才走出秘书部不远，啪嗒一声，伴随着一声哎呦，此时又从摔碎的猫脸花里找到一个邪恶的人偶，刚刚拿起来就被一口咬在手指上。哇，手指被咬，南佑顿时大哭起来。南眼痕听到哭声赶忙跑了出来，一把抱起南佑哄着，佑怎么了？是不是摔疼了？我被咬了，哇呜，我被咬了，我竟然被木偶咬了，好丢人哇！南佑扯着嗓子哭着说道，眼泪哗哗的往下掉，一边哭一边看咬着自己大拇指的小木偶，然后又抬起头对着南眼痕边哭边说。南眼痕看着咬着南佑大拇指的木偶，伸出手想要取下来，却被南佑拦住了。大哥哥别动，虽然很疼很丢脸，但是他在吸我血，吸多点他后面的人就要炸掉。南佑握着南眼痕的手，脸上还挂着泪水，看得南眼痕既心疼又好笑。好，大哥哥不动，我们先回去。南眼痕只能抱着南佑往办公室走去。林哥哥，麻烦你去把这些猫脸花全都找出来，然后把这个放在花盆底下，我先去哭会。南佑从口袋里面掏出14张红黄交叠的符纸给林铎，然后被南眼痕抱走了。林铎打了一个抖，然后火速的开始在各个楼层里面来回奔跑，按照南佑说的去做。而在办公室内，南佑坐在椅子上，静静的看着那个木偶咬着南佑的大拇指，大拇指上已经开始泛血迹。佑还不能取下来吗？南眼很小心翼翼的给南佑擦着眼泪，自己妹妹一来就受这么大的委屈，自己势必要讨一个公道。可以了，大哥哥，今天哭唧唧的佑你没见过，
我还是你最可爱的，不会哭鼻子的佑佑。男友哽咽了一会，抬起左手敲了敲木偶的头，下一刻木偶直接碎成碎片，而男友的大拇指上又一圈牙印。男友看着那丑丑的牙印子，又开始掉眼泪了。不哭不哭，大哥哥给你呼呼。南眼痕看到又掉眼泪的男友，暗地庆幸自己的妹妹不是人鱼，不然的掉多少金豆子啊！佑佑不漂亮惹，湿乎乎说我的手最好看了，现在变丑了。男友看着那一圈牙印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。我再也不是最可爱的仔了，我有瑕疵了，怎么会呢？我们佑佑是全天下最可爱、最无敌的靓仔仔，真的吗？男友睁着亮晶晶的大眼睛，看着南眼痕问道：真的，千真万确，我们佑佑是最靓的乖仔仔。南眼痕从抽屉里面拿出一个熊猫创可贴给男友，把大拇指包起来，然后抬起手揉揉男友的发，夸赞道：那好吧。男友点点头，看着大拇指上的熊猫贴，觉得自己又是那个最乖最靓的仔了。佑佑，他吸你的血做什么？南眼痕把话题转了过去，转到了那个木偶身上，自己还是第一次听到能够吸血的木偶，这玩意是怎么生产出来的？他吸我的血供养给后面的人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我的血不是谁都能销售得了的。湿乎乎说我是个大杀器，我们佑佑这么厉害啊，那能告诉大哥哥为什么你的血别人销售不了吗？男友傲娇的继续道。湿乎乎说我乃大福泽之人，浑身金光闪闪，邪祟见了都得跪在地上喊祖宗。那佑佑能不能告诉大哥哥，你昨天晚上摆放的图形是用来做什么的？今天早上就没看到了呢。南眼痕眼底闪过一道流光，原来如此，看来佑佑跟造神计划也有关联。那个呀，就是大哥哥公司里面被人摆放了3连杀阵、阴阳阵、聚隐阵和杀阵，3个杀阵组成3连杀，要让整栋楼的人做祭祀。男友听到大哥哥的话，顿时双手叉腰，一脸气鼓鼓的，这个人好恶毒，要是我还没回来，那么受难的绝对会是小哥哥。3连杀，他们是想要我们南家灭门。南眼痕脸色微妙的一变，觉得自己触碰到了冰山一角。不，那个酱子的坏人是想要夺走大哥哥的公司，别人是想要夺走小哥哥的锦鲤之玉。男友摇着头，对方知道南家灭不了门，所以只能先从小哥哥身上下手。只要小哥哥锦鲤之玉没了，那么南家后续的气运也会慢慢的消耗。对星星下手，南眼痕直接无视了梁瑞，抓到了重点。对的，这个3连杀阵必须要福泽深的人来，小哥哥来了，镇压破局后就会消耗，到时候一直想要窃取小哥哥锦鲤之运的人就会手到擒来。万一小哥哥压不住，那么更加有利于对方直接吞噬掉小哥哥的锦鲤之运，让小哥哥转化为窃取之人的命数，然后让小哥哥承受天道的惩罚。男友一想到背后的人如此恶毒，就很生气，难怪昨天晚上自己睡着觉得不舒服，原来是有人太上头动土，砸开心。听佑佑的意思，这3连杀还隐藏了一个吞噬阵法。南眼痕算是看明白了，对方是想尽办法的要让南家受损，并且期盼着星星入局。哎呀，大哥哥咋这么聪明呢？我小脑袋有点不够用了，大哥哥让我缓缓啊。男友被南眼痕突然一个转弯给搞懵逼了，只能抓着脑袋小声说道：我好像泄露了不少天机哦。好，我们佑佑好好休息，想吃什么哥哥给你点，剩下的事情交给哥哥好吗？南眼痕知道眼前的小团子才3岁半，能说这么多话已经是极限了，也多亏了佑佑的师傅教导的好。男友乖巧的点点头，走到一旁的沙发前，爬上去拍拍小肚子，看向南眼痕道：大哥哥，我睡会哦，记得叫我吃饭。南眼痕点点头，就看着男友乖巧的窝在沙发上睡觉，并且是瞬间入睡。南眼痕走了过去，从一旁休息室里面拿出一张毛毯，小心翼翼的盖在男友的身上，然后回到位置上，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出去。电话很快被接通，里面传来了一道玩世不恭的声音：哟，咱们的工作狂舍得打电话给我了呀。电话那头的人声音懒懒散散的，有些诧异南眼痕这个时候给自己打电话，帮我查一查梁瑞和施念安，越详细越好。南眼痕也不藏着掖着，直白的把话跟对方说了，并且语气异常的严肃：这2人怎么你了？电话那头的人顿时没了之前的懒散劲儿，声调都变了，一个妄图夺走妖精，一个恶心到我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该打星星的主意，梁瑞要对星星下手。电话那头的人语气更冷了：梁瑞，谁给他的狗胆？我家小孩说梁瑞找人在我的底盘弄了一个3连杀和吞噬阵，你也知道星星有多么的幸运，也清楚2个月前林家那个福宝的断言后我家出的事情。我懂了，不过你家小孩是谁？我小妹南佑，啥时候找到小公主的？你怎么不通知一声啊？电话那头的人听到南眼痕的话，开心的不得了，来不及，也刚找回来没2天，改天带他找你玩，先这样，我要处理一下事情。南眼痕说完之后便挂断电话，看了一眼翻身的男友，随后投入工作之中。而另一边，李涛回到酒店，梁瑞此时此刻正坐在一旁，看着李涛在那里启动阵法。李涛此时此刻正在启动自己的阵法，发现阵法启动了，顿时干劲十足，也不管不顾，直接开干。而在林家黑暗的密室里面，林喜暖盘膝而坐，在他的面前，祭坛再一次启动，血液也在滚动。放在血液之中的木偶此时此刻正一点一点被染红。宿主已经吸取到了血液，可以启动吞噬大阵了，做好准备了吗？莫爷，你即将拥有血凝聚出来的躯体，自然准备好了。现在你可以把南琛霄和宫羽林的血液滴上去，我会利用血脉来压制你，趁机吞噬。莫爷一张一合的开着嘴，语气里面满满的兴奋。用锦鲤之血铸造我的身躯，那将是莫大的恩赐。虽然只有1滴，可是1滴就足以让我之后和身躯完美融合。那开始吧。随着林喜暖咒语的吐出，祭坛周围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，冒起滚滚热气。那白森的头骨也开始出现红纹，而林喜暖则是站起身来，等咒语念完之后，拿出2个瓶子，在南指星的木偶上滴上2滴血液之后，就把瓶子丢进了祭坛里面。而在药金集团，3杀阵的启动加上吞噬阵的启动，顿时产生了空间扭
去一般，整栋楼的人只觉得眼前一黑，身体一晃，一眨眼又恢复了过来，却什么也没发生，这让他们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出现幻觉了。起手设令杨雷军分行五方土背神，驱马神鼓响接应。在总裁办公室的南佑再一次翻身，小嘴嘟囔着不知道在说些啥，让南眼很好奇无比。仔细一听，就好像听到了咒术一般，鹤阵风，青雷赤气，霹雳符筒，急急如律令。随着令下，南眼很感觉到自己周身好像有什么东西轰一下碎了，然后自己整个人一晕，恍然间却看到整栋楼都被黑气所缠绕。南眼很甩甩头，再看去，就能清晰地看到黑气正逐渐散去，最后消失殆尽。哼哼，饿了，肚肚好饿，没睡饱。南眼痕还在诧异的时候，就听到自家妹妹那小奶音响。南眼痕以为南佑醒了，走过去却发现南佑根本没醒，睡得可香了，就是好像梦到什么好吃的。别人都是干大事，急急忙忙地付诸行动，就只有我家佑佑在睡梦中干大事。南眼痕轻笑一声，哈喽，前面的小哥哥，你跑啥呢？佑佑不吃人，佑佑就吃肉肉。梦中，南佑来到了一个仙气飘飘的地方，入目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好不容易看到了一抹色彩，结果对方像是碰到了什么可怕的怪兽一样，直接拔腿狂奔，伴随着佑佑奶声奶气的呼唤声，对方跑得更快了，甚至边跑边怒吼道：“你不要过来呀！你咋又回来了？不是说好了不允许灵魂出窍的吗？不讲武德，谁把老子踹到这个小魔头梦里来了？你们要不要这么缺德？佑佑才不是大魔头，佑佑是乖仔仔。”南佑听到对方的话，顿时嘟起小嘴，双手一甩，脚一跺，气愤不已地说道：“就你还乖仔仔！”对方听到南佑的话，停住脚步，冷笑一声，觉得这是自己听到的最搞笑的笑话。南佑听到对方嘲笑自己，顿时不开心了，小手握成拳头，嘟着嘴改为磨牙。都说了，乖仔仔不吃人，只吃肉肉，你还要编排乖仔仔，那乖仔仔我就只能吃人了。南佑吼完，直接迈着小短腿追了过去。别看这小短腿在梦里面还跑得飞快，眨眼间就出现在那人身后，然后一个起跃，小短腿一脚踹在对方后背，直接将人踹倒在地之后，直接将人摁在地上，叫你看不起我，叫你污蔑我不是乖仔仔，我生气了，所以我要打你一顿。南佑说着，直接上小拳拳，一拳又一拳的砸在对方身上，以此来表示自己非常生气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多亏了瘟神舍己为人，我会为你超度一程，我也会为瘟神奉上一点甘露，以保全他神为安稳。诸仙此时此刻正在给瘟神祈福，只等着折磨结束后各显神通，保瘟神安然无恙。这个觉睡得一点都不香，好累哦。南佑疲惫的苏醒，整个人都怂塌塌的，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此时此刻满满的我睡不好，我睡不饱，先吃东西，吃完大哥哥陪佑佑睡好不好？南眼痕走过去抱起南佑，看到南佑那疲惫的样子，心疼极了。大哥哥有事忙，佑佑可以自己睡的，就是梦里跟人打架，好累哦。南佑嘟着小嘴，语气里面愤愤不平。呵呵，那佑佑打赢了吗？南眼痕轻笑一声，明白自己妹妹应该是按照老一辈的说法，灵魂出窍办大事去了，所以损耗了不少，那是自然的，打得对方不要打。诺，这只眼睛跟那个猫猫一样黑，头发都竖起来了，还冒烟哦。说到打架，南佑来劲了，整个人蔫巴巴的，瞬间精神抖擞，掰着手指头数着自己是如何把对方暴揍一顿的。南眼痕看着来了精神气的南佑，抱着走出去喂饭，看着南佑一边吃一边说，顿时心底松了一口气。好不容易吃完了饭，南佑的困意又涌上来了，伸出手打了个哈欠，然后很自然地窝在南眼痕怀中，闭着双眼，小嘴却不停地说着话。大哥哥要把那些花处理了，福净化了那些晦气和煞气，不过大哥哥还是要处理一下公司里面的大虫子才好呀，毕竟都是小钱呢，可不能让他跑了。南佑嘟囔着，最后在南眼痕怀中找了个舒服的点睡着了。这一次是真的睡着了，没有再去追着瘟神胖揍一顿。瘟神此时此刻正在大吐苦水，整个人没眼看，甚至连神位都岌岌可危，一边大把的抹着眼泪，一边哭诉着南佑不做人，真是我们南家的乖仔仔，好好睡吧，后续的事情大哥哥会处理的。看了看时间，也不早了，自己还约了酒来。想到这里，南眼痕抱着南佑准备离开，结果门被推开，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南眼痕抱着南佑快速朝着旁边一闪，砰！哎呦！一声拉长声的哎呦响起，让原本睡得香香的南佑直接被惊醒，小手抓着南眼痕的衣领，迷茫的睁开双眼。南眼痕拍拍南佑的后背，让南佑直接趴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冷眼看着跌倒在地上，双腿呈现诡异八字形的女人。眼痕，你怎么躲开了呀？摔得我好疼，你拉拉我吗？跌坐在地上，还故意把腿拉得更开，一脸娇滴滴的，语气也娇嗲不已，听得林铎差点跪了。总裁没有拦住，是我失职。林铎赶忙走进来，让后面的人赶紧把人拉起来，朝门外拉去。你们干什么？弄疼我了？眼痕，你不。女人原本很愤怒，可是在看到南眼痕抱着一个孩子后，整个人瞪大双眼，难以置信的看着一脸冷漠的南眼痕。吵！被惊醒的南佑很不舒服的趴在南眼痕肩膀上，然后伸出手捂着耳朵，声音里面满满暴躁。乖，一会就不吵了。林铎，把他拉入黑名单，整个京都封杀，下次再放他进来，你们可以下岗了。南眼痕嫌弃的眼神搭配那森冷的话语，让在场的人都打了一个寒战。目送着南眼痕抱着南佑离开，眼痕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竟然背着我生了孩子，那我算什么？林铎将人从公司后门丢出去，看着因为被丢出去而骂骂咧咧的女人，冷笑一声。施念安，没记错的话，你嫁给了梁瑞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撒泼？你真以为你是公主，谁都围着你转？你的那些把戏，我们都看腻了。记住了，这人是黑名单，但凡发现这人用药金集团或者南家任何人的名
名义，直接追究责任，让他牢底坐穿。林铎说完之后，让人关上后门，直接走人。而南眼痕直接带着南佑上车去地点，看着再一次入睡的南佑，南眼痕眼底闪过一抹愤怒。本身佑佑就耗费了不少心血，却一再被人打搅。原本就蔫巴巴的南佑，却在半梦半醒之间被一股力量直接灵魂出窍，去了一个比人世间更为繁华的地方。一株庞大的桃花树屹立在云端，在一旁是一座小屋，桃花下摆放着一座秋千，还有一个搭在桃花树枝之间的丝床。南佑被力量席卷而来，有些猛然的看着眼前陌生却又熟悉的地方，有些好奇的抬起手抓抓头发。为什么每次都不打招呼就把我叫来？不知道扰人清梦会天打雷劈的吗？南佑干脆一屁股坐在地板上，气鼓鼓的双手环抱着，那双大眼睛里面闪烁着怒火。呵呵，这才下去多久，脾气就这么火爆了呀？就在南佑生气的时候，温润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刻，南佑的大眼睛刷一下亮了起来。南佑一脸愤怒的把头一扭，哼了一声，怎么这么久不见爹爹，长脾气了呀？男人走到南佑身边，蹲下身，抬起手拿着桃木做的梳子，将他乱糟糟的头发梳好。南佑嘴巴嘟得老长了，长到能挂油壶了。不就是爹爹不允许你带着记忆下去吗？这不是爹爹来将功补过了？看着南佑那不开心的样子，男子摇头失笑，骗人，每次都是我把人揍得半死后，趁我睡觉的时候把我拉过来，然后醒来啥都不记得，有你这么当爹爹的吗？南佑越想越来气，人家每次和人打架精疲力尽睡觉的时候，您老人家就把我挖起来教育一番。爹爹错了，这不是太久没见到我们丫头了，爹爹才不得已而为之的吗？天道爹爹看着有些难哄的闺女，一时间有些犯愁了，有些小郁闷，自己当初的决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？我信了你的鬼话，爹爹就会欺负人，我可没忘记我是怎么被爹爹送下去的。南佑哼了一声，就是不去看貌美的爹爹，甚至越想越来气，有哪个爹爹会对自己乖仔仔那么狠心？那不是一个意外吗？丫头忘记和爹爹的约定了。天道爹爹此时此刻心虚了，问为什么？就是自己收到的投诉太多了，加上刚好这个世界出现了问题，需要拨乱反正。爹爹说我要下去拨乱反正，我接受了。可是爹爹你不厚道，你竟然趁我爸拉开云看热闹的时候，一脚把我踹下去。南佑越想越委屈，豆大的眼泪往下掉，语气可谓是委屈巴巴的。小胖手抬起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指责着爹爹的混账行为。可那是一个意外，爹爹本来想亲自送我们丫头下去的，结果一时间被丫头的举动给吓到了，下意识的反应，爹爹跟你认错好不好？天道爹爹一想到当时自己的举措，有点心虚，总不能说自己是听到你说回来后可不可以改金莲座，验过拔毛要把哮天犬给薅秃，你想要去冥府把18层地狱的鬼全放出来，爹爹不就是怕我搅得天翻地覆，人仰马翻吗？我都是有分寸的好。南佑听到天道爹爹的解释，小声嘟囔着，我不就是把瑶池的锦鲤抓来，然后当着瑶池仙子的面烤了吃吗？当着二郎神君的面，把他的哮天犬变成了凡间那格子衬衫一样的图形吗？不就是一脚把18层地狱的大门踹碎，让那群鬼在18层地狱互相残杀吗？所以爹爹这次把丫头找来，就是让丫头在凡间尽情玩的。天道爹爹看着南佑那小声嘟囔的样子，心里一咯噔，立马把南佑找来的理由说了出来。果然，南佑听到天道爹爹的话，顿时抬起头来，那双眼睛不亮不亮的。爹爹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次回去不收取我的记忆了？南佑有些小兴奋的搓着手，不仅不收回你的记忆了，你以后也不需要在梦里去解决那些邪祟，也不会耗费那么大的精力了。天道看着南佑那兴奋的样子，就知道这丫头封印太久了，为了让这丫头压抑住本性，自己是真的想尽了办法。本想着去凡界一趟，应该能有所改变，现在看来，那就是关久了的二哈，一招解放就翻天。那是不是以后我赚的小钱都不用上交养爹爹了？南佑听到这话，兴奋的小脚脚晃啊晃的，难道丫头不爱爹爹了？天道看着南佑说到钱就变成吞金兽一样，顿时一脸的失落，好像自己被抛弃了一样。佑佑当然爱爹爹了，只是爹爹那些钱又不能花，爹爹又不去人界，爹爹拿钱干嘛？南佑原本很开心的，一听到天道爹爹的话，顿时有些小纠结。丫头，你看看，咱家现在就剩下这座院子了，穷不穷？天道爹爹看着南佑那心痛，却又不得不上交小钱的样子，扭过头憋着笑说道：爹爹，咱家不是家大业大的吗？怎么就只剩下这座院子了？南佑吞了吞口水，有些后知后觉，眼神也开始变得心虚起来了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爹爹把我踹下去的时候，貌似好像也许有那么一丢丢跟自己有关系，都赔给那些大罗神仙了，咱家家大业大也抵不过丫头你的破坏力啊！天道看着南佑那心虚的样子，想到前不久差点神格破碎、神魂不保的瘟神，就觉得头疼。那好吗？我在凡界赚的小钱分一部分花给叔叔伯伯他们吗？然后再分一部分给爹爹养家。南佑颤抖着小手从自己口袋里面摸出一张无色牌递给天道爹爹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张卡。再看到天道爹爹手扶过那张无色牌，肉眼可见的看到南佑憋抿起小嘴，却还要保持我不心疼，我心甘情愿的表情。那么我们聊正事了，乖仔仔。现在凡界出现了一个新的邪神，也是我们乖仔仔要去拨乱反正中要除掉的大祸患。天道爹爹把无色牌塞到南佑的口袋里面，开始说起正事来。新的邪神就是那个取缔乖仔仔的福宝。南佑歪着头问道：爹爹之前说那个破坏者还没有出现，现在是出现了吗？他只是其中之一，还有更厉害的，需要我们乖仔仔出力。不过切记不能透露你是爹爹女儿的事情，明白吗？天道爹爹看着南佑那小表情，知道这丫头要按捺不住了，赶忙交代清楚一切事情。在南佑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，直接把人送走。大老远还能听到南佑那生气的怒吼声：臭爹爹，你不讲武德，又踹我！而等南佑醒过来的时候，坐起身来，
正好头顶上翘起一撮呆毛，整个人还迷迷糊糊，不是很清醒。又被踹了，我要扣小钱。哼！男友小声嘟囔着，然后翻下床，朝着门跑去，踮起小脚把门打开，屁颠的顶着一撮呆毛跑出去。大哥哥，又嘟嘟饿。原本在和九兰谈话的南眼痕听到自己妹妹那奶声奶气的声音，立马站起身找了过去，然后就看到自己妹妹顶着一撮呆毛跑，然后脚下踢到了曲起来的毛毯，直接扑通一声趴在地上。丢脸，好丢脸，又是脸朝下，没法见人啊！男友趴在地上，双手垫在脸下面，小短腿扑腾的蹬着。我们家佑佑这是落地成熟了呀！来，大哥哥看看，佑佑是不是又变漂亮了？南眼痕大步走过去，直接把人抱起来。大哥哥，你咋这么好呢？以前我摔了个四仰八叉，师兄他们恨不得昭告全世界。男友看着南眼痕，忍不住和自己的大师兄他们对比起来，脑海里面浮现的全都是师兄们放肆的笑声，以及各种拍照留底。因为佑佑太可爱了，走，哥哥抱你去要红包去。一会儿见到的人，佑佑可以尽情的收红包，都给你攒了3年多了。南眼痕看着瞬间开心的男友，心底里面却充满了幸福，因为自己终于摸清楚妹妹的爱好了，也能够确保自己在4个人中间永远排在第1位。红包，大哥哥会不会不太好呀？佑佑都没送礼物呢。男友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但是想到无功不受禄，顿时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脸上的表情可不是这样子的呀。南眼痕怎么会摸不准抱着的小丫头想的是什么，故意逗男友道：“那一会儿佑佑给他看看最近是不是有难，就当他的红包是酬劳好不好？”男友听到这话，顿时2手一拍，很开心的道：“好，就这么算。大哥哥，那我一次收多少比较好呀？”狮虎虎说：“在乡下意思就好，但是在大城市里面那就不能意思了。”男友想到自己要如何收钱，顿时犯愁了，自己还从来没有给城里人算过银。佑佑为什么这么问？南眼痕有些好奇。狮虎虎说：“城里的人会想尽办法在不小心犯了一点错的人身上拔毛，本来就不需要花那么多，在缴费的时候就会说我帮了你那么多，你是不是该意思？”男友不是很明白的表述自己所知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，是不是对方犯了一点错要交罚款，然后经办人要对方给点钱？南眼痕看着男友那纠结的样子，只能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。是的，上次我就看到村里的一个人犯了一点小错，然后法院的叔叔不起诉，只是交罚款，然后这个人交了罚款的时候，那人就话里话外都在透露是不是要给点意思。现在的人都是这么赚小费的吗？男友摸着头发诉说着自己看到的事情，人情世故吧，以后佑佑就明白了。南眼痕眼底闪过一道流光，这个社会就是如此的复杂，有光芒四射的一面，也有堕落黑暗的一面。好吧，南眼痕抱着男友来到九兰所在的位置，就看到九兰竟然换了一身白色休闲服，甚至连头发都重新打扮了。这就是佑佑吧？我是九兰哥哥，初次见面，哥哥也没什么，这卡你拿去买东西吧。九兰二话不说，直接拿出一张金卡塞进男友的口袋里面。这一波操作看得男友目瞪口呆，男友看向南眼痕，眨着眼睛，似乎在说：“给城里人算命这么赚钱的吗？”南眼痕自然看出了男友的不解，但没有去解释，而是抱着人坐下，拿过一旁的水壶递给男友。男友喝着水，眼神时不时的看向九兰，看着却皱起了眉梢，一脸严肃的看着九兰：“九哥哥最近有血光之灾啊！”原本正在吩咐人准备孩子吃食的九兰被这话给吓了一跳，有些不解的看向南眼痕，一挑眉梢。佑佑这3年都生活在道观内，得到道观师傅的真传。南眼痕只是说了一句话，却已经把意思挑明了。九兰看向一脸一本正经的男友，露出一抹笑容道：“那佑佑跟九哥哥说说，九哥哥为什么会有血光之灾？九哥哥明天是不是要跟着家里人一起去那个福宝挑选的祈福呀？”佑佑真聪明，那九哥哥去跟血光之灾有什么联系呢？九兰眼底闪过一抹诧异，这是自己都没跟眼痕说，可是眼前的小丫头却知道，因为九哥哥明天会被窃取生机啊。佑佑，窃取生机跟你九哥哥去有什么联系？既没有受伤，也没有让对方欺负。南眼痕压下心底的震惊，造神计划九兰也知道，难道对方是想对南家身边的人先下手？九哥哥的生辰八字以及贴身衣物、毛发和血液都被人带了过去啊。